全民穿越公路求生，车子缓缓地驶入了里面。守护时间到，银色光膜破碎，滚滚的酸液向着我的车子流淌了过来。4个机械手臂同时松手，薄膜紧紧地贴在车身上，将车体大部分都笼罩在了里面。留在外面的就只能下了一个等离子喷射器。点火。等离子喷射器喷射出了熊熊火焰。宽阔的航道之上，一条死掉的安康漂浮在水面上，在他的肚子上多出了一个大洞，洞口还冒着丝丝缕缕的焦糊味道。而我的车子则停在安康的尸体之上，我穿着电磁战甲，正在往下扯薄膜。你说你把这玩意设计的这么结实干嘛？刚才你可是生怕这玩意不结实，现在反倒抱怨太结实了。果然男人都是大猪蹄子。我费尽了9牛2虎之力，终于将薄膜从车上扯了下来。为此，把电磁战甲里的储备电量都耗费了大半。你这个电池有些问题，正常使用没问题，就是超负荷使用的时候，电量消耗猛增。你看我一开等离子喷射器，能量表就嗖嗖的往下跌，让我都不敢轻易使用。你那个本来就是试验品，有些技术问题都是正常的。不过问题我已经解决了。真的吗？有真的电磁战甲了？虽然也是试验型号，但至少比你身上这款强上不少。新款的电磁战甲外形上仍然以白色为主，胸口和四肢带有少量规则的蓝色色块，看起来十分的整洁。有什么新功能？新功能有很多，当然最杰出的就是这个。电磁战甲瞬间爆发出了强烈的光芒，差点闪瞎了我的狗眼。我连忙拉下了面甲，同时用手遮挡。通过手指的缝隙，我可以看到此时莉莉丝身上的电磁战甲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镭射洞，身上散发着各种炫彩光芒，像是置身于迪厅一样。各种炫彩的光芒晃得人眼睛都快瞎了。大圣，快收了神通吧！对不起，按错了。各种炫光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道道流光在战甲的表面流动，这些流光就像是流水一样，在战甲表面流淌。你裤衩是什么颜色的？章鱼哥纪念。你问这个干什么？我胸前的卷者徽章散发出了一道金色的光芒，让我的脑子瞬间清醒了。你不是想知道新功能是什么吗？就是这个催眠诱导，利用声音、光芒和气味将人在不知不觉中催眠，然后进行各种诱导性提问，获得信息，甚至还可以针对性的植入某种信息，具体效果根据对方的体质有所波动。因为只是初级版本，想要升级的话，需要收集更多的样本和资料，进行针对性的优化，所以以后多用一用这个功能，丰富一下数据库。催眠，原来是这个玩意，还有什么新功能吗？还有一些数据系统的优化，比如数据作战、数字地图、新传感链路什么的，这些你都自己体会。当然，最主要的是去掉了等离子喷射装置。什么？去掉了等离子喷射装置？没有这个东西我怎么飞？你听我说完，每次都是这么急吼吼的。去掉了等离子推进器，主要是因为这东西的性价比不合适。我在电磁方面有了重大突破，开发了磁悬浮系统，现在放在你身上进行试验。如果试验成功的话，就可以安装在车子上了。到时候就不用再纠结于使用哪种车轮，不用再局限于公路，而是直接悬浮在公路之上，各种地形都将不再是障碍。这个牛逼！有了这个磁悬浮装置，那在空中行动就方便多了。喜欢吧？喜欢就多练习，多收集实验数据，数据越多，试验进度就越快，这一天就会更早一点到来。我有一个办法能加快获得数据的速度。什么办法？把这套系统给飞天汽油锯和自走机械都安装上。我一个人收集的数据肯定有限，而且我也不可能总是冲在第一线上，他们平时使用的机会更多，给他们加装上，能收集到更多的数据。这倒也是个办法。还有，帮我把浮油炮改装成飞天汽油锯吧。哦，我记得之前你是为了面子死也不肯改的，现在怎么变了想法了？这个其实我仔细想了想，飞天汽油锯的样子也不是不能接受，不过如果能优化一些的话就更好了。其实在胜利号船舱航道之战中，我就发现了浮油炮的弊端，那就是攻击手段太单一，只有高压电流。放心吧，已经在电磁战甲之中内置了飞天汽油锯的控制系统，另外也优化了编队系统，已经可以初步实现万箭归宗了。莉莉丝一挥，数百把飞天汽油锯在空中汇聚出了一把巨剑的形状，悬浮在众人头顶，伴随着恐怖的嗡鸣声，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而且这些飞天汽油锯还在不断的释放着电流，一时间巨剑之上电流涌动，周围狂风大作，真的给人一种巨剑随时会劈砍下来的感觉。你把这个叫做万剑归宗，不过声势什么的倒是足够了，倒是可以用来装波衣。还有最后一件事。什么事？我想要替小爱同学向你要一件东西。什么东西？需要你亲自出面替他讨要？他自己不能直接对我说吗？他的主观想法是一切都替你考虑，尽可能的向你提供帮助。
而不是向你索取帮助，哪怕有问题也会自己进行处理，这也是他没有主动向你索取的原因。不过，如果你要是能把东西给他的话，研究进度会大大加快。我是看不过去了，才差这么一句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身上难道还有这种玩意吗？梦境宝石。梦境宝石？哦，在这里。这是我在螺旋山脉事件边界村副本之中获得的物品。早说嘛，反正放在我这也没用，需要尽管拿去。我叫出了小爱同学，以后有什么需求就立刻对我说，只要是我有的都会全力支援你，没有的我也会尽可能去弄到手。有什么事情不要都闷头自己解决，明白了吗？好的，指挥官。还有什么需求吗？一块说了吧，我争取一次性给你解决。说吧，你的研究有进展了，对他好处也不小，不用藏着掖着。我需要申请一块原石和一块量子结晶作为研究，原石用那块小的就行，量子结晶用那把匕首就可以了。那把匕首我可以做主给你，不过那个小块原石是莉莉丝的，你愿意吗？我无所谓，已经转生了，就不需要寄存灵魂了，哪怕需要，也有一块大的做备用，足够了。那好，那我就做主了，这些物资都调拨给你。谢谢指挥官，我会尽快做出成果的。还有什么需要吗？没有了，我这就回去工作。对了，我扭头想要问莉莉丝一点事情，却发现莉莉丝早就离开了。这家伙，我看着沉下去的太阳，长长的伸了一个懒腰。忽然我抬头看了看周围的情景，不由得一惊，立刻蹲下了身体。